主力何为？此时遍布整个德弗兰西岛的战火开始朝着某个位置迅速压缩。苏无忌用这种看似无比简单粗暴的激将法，精准地找出了伊文斯的所在地。下达了命令之后，他便飞速朝着前方狂奔而去。而另外一道身影比苏无忌的启动速度还要更快，宛若穿花蝴蝶一般在山林中翻飞着，正是中崎奈美。苏无忌惊喜地发现，这小上忍的极致速度比起之前来又有了很明显的提升。这丫头的天赋实在是太惊人了，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又完成了顿悟。此时游侠神殿的战斗组正在经受他们此生最严峻的考验，也是最惨痛的检验。一个被炸得焦黑的身影正在对他们进行疯狂射击，此人的命中率极高，躲避能力又极强，几乎在短短时间里，游侠神殿的第一支10人战斗小组就几乎团灭了。伊文斯恼火之极，刚刚的火力覆盖差点没把他给当场炸死。饶是伊文斯本身的实力相当强悍，可此刻也已经是满脸鲜血了。一个炮弹碎片从他的额头高速擦过，只要再深半寸就能剖开他的脑袋了。而他的肩膀位置也同样被鲜血染红了，还好弹片并未伤及他的骨骼。这些年来，伊文斯已经快要忘记了受伤的感觉了，伤口的疼痛、血腥的味道让伊文斯的神情更加疯狂。好，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伊文斯手边的狙击枪和突击步枪已经打空了，他腾身而起，双手拔出了插在腰间两侧的手枪。砰砰砰砰，双枪同时开火，这完全突破了手枪的有效杀伤距离。250多米开外，游侠神殿的几名精锐相继中弹倒下。还好，远距离终于影响了射击精度，这几枪都不是致命伤，受伤的游侠神殿成员还有一战之力。但这用手枪形成的凶猛火力也把包围圈打出了一个豁口。枪声尚未完全消散，伊文斯已经向前暴冲了好几十米。他一边高速冲击，手中的双枪一边高速射击，同时还能单手换弹匣，始终保持射击的连续性。仅仅一个人竟然完成了对30名以上精锐游侠的火力压制。新弹匣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伊文斯一个腾身翻滚，居然人在空中完成了2度加速，向前狂掠了好几十米，直接冲进了游侠神殿的阵地里。唰！伊文斯把枪丢掉之后，双手里已经多了2把格斗军刀。一个前扑2名游侠的精锐便被割开了腹部。当他们捂着伤口倒下之时，伊文斯的身影已经在10米开外了。在这个只招收精锐的杀意佣兵团里，伊文斯就是精锐中的王者。而在包围圈的另外一侧，游侠的战斗小组同样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觉得自己简直遇到了鬼魅，一道黑色的身影如鬼魂般飘飞，每次都好似瞬移般突然出现，哪怕子弹连射也无法锁定住对方的身形。而这个黑影每一次出手皆是刀光横扫，刀刃的寒芒所过之处，必然得有一名埋伏在草木中的游侠精锐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风尘笑界甲贺流的上一任门主。干掉他！一名游侠的战斗组长吼道。10几支突击步枪连发，几乎织出了一张天罗地网。然而风尘笑界的身形却已经高速旋转而起，几乎是瞬间冲破了火力网，腾上了高空。
10几枚手里剑已经从他的双手之间如闪电般飙出。刷刷刷，游侠神殿的阵营里又有数道鲜血溅起来，好几个人影相继中标倒下。风尘笑介此刻看起来无比嚣张，但实则也被打得非常恼火。之前那一轮炮弹洗地让他受到了不轻的冲击，脸上的蒙面布已经被炮弹划开了，那瘦削的脸上也有着一道清晰的血痕。要是炮弹接触的再深一些，他的半边腮帮子就要被整个割开了。风尘笑介已经被苏无忌发现了行踪，甚至完成了火力包围。可他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夺走了门派的小女孩身在何方。你们都该死！风尘笑介吼了一声，身形犹如瞬移般出现在了一名游侠战斗组长的身前。后者的反应速度也是极快，把突击步枪直接横在胸前，硬抗了一记长刀。吭，刀锋深深没入了金属枪身。这个组长的胸口虽然没有被剖开，然而从风尘笑介刀身之上所迸发出来的强悍力量，直接将他生生震飞了10几米，胸骨都发出了咔嚓咔嚓的断裂声。风尘笑介的身形如风般追上，手中的长刀高高举起。那名战斗组长还在倒飞呢，口中还在喷着血，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防御动作。然而这个时候，一把黑色长刀陡然从侧面劈出，重重地落在了风尘笑介的刀身上，火花四溅。这名战斗组长也因此逃过了一劫。给老子滚回去！一道声音响起，正是杀过来的崔西。这家伙平日里喜欢用加特林，可冷兵器的战斗力居然相当强悍，出手之后一套连招竟是把风尘笑介的暴力刀光尽数挡下来了，这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风尘笑介却再次让自己的攻击加速，他的长刀已经划出了残影，似乎割裂了空气，狠狠劈向了崔西的脑袋。崔西心中的危机感大盛，不得不后退几大步，同时举刀格挡。吭，双方的长刀狠狠相撞，迸发出了耀眼的火花。崔西感觉到一股狂暴的巨力从刀身之上传来，他本来是双手持刀，可这一刻双手的虎口齐齐崩裂，鲜血瞬间从长长的裂口里涌出来，这让他完全握不住刀柄了。而下一秒，风尘笑介的脚已经狠狠踹在了崔西的肚子上。砰，剧烈的气爆声在风尘笑介的脚底与崔西的腹部之间炸响。这进攻动作实在是太快太连贯了，处于劣势的崔西根本来不及阻挡，后者倒飞而出。风尘笑介刚想追上飞劈，而这个时候2名游侠精锐已经杀到了他的身后。一群蝼蚁！风尘笑介看也不看，冷冷一哼，转身一刀直接劈断了那2把砍向自己的长刀。2名游侠立刻后退，而紧接着风尘笑介的手腕一抖，刀光从这2名游侠的腹部横掠而过，2人的腹部被同时剖开，鲜血泼洒，重重滚落在10几米开外。这刀伤很恐怖，不过并不算致命，但是风尘笑介的杀性与凶性已经被彻底激起来了。他的左手一扬，2把手里剑直接甩出，直奔那2名游侠精锐的咽喉而去。这2枚手里剑带着几乎能刺破空间的急速，裹挟着无比凌厉的杀意。那2个身受重伤的游侠神殿精锐已经认命般的闭上了眼睛。然而一道寒芒凌空而出，
骤然拦在了那2枚手里剑的前面。吭吭，那2枚处于急速状态下的手里剑竟是被无比精准地打飞。杀红了眼的风尘笑介并未再进攻，他站在原地，目光凶狠又危险。因为此刻一个身穿黑色紧身忍者服的娇俏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视野里。中崎奈美来了。风尘叔叔。中崎奈美的眼神之中微有复杂，说道：没想到我们的这一次见面竟是会在这种情况下。风尘笑介冷冷一哼，眼睛里遍布寒意。中崎奈美，这才数月不见，你就已经成为甲贺流的第1大叛徒，趁我不在，直接伙同华夏人拿下了整个门派。你是我倾尽全力培养的天才，可真是让我感觉到无比心寒。倾尽全力的培养。中崎奈美闻言，眼睛里的复杂进去，淡淡说道：风尘叔叔，我一直视你为亲叔叔，可是你私人账户里的那些巨额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你口口声声视我为己出，可是你对我有所保留的那些刀法和身法又该怎么解释？此时小上人跳出了以前的思维，回看过去的那些年，便后知后觉地发现，在那些长辈们对待自己这个甲贺流的第1天才之时，很多细节都是如此的耐人寻味。各种批评，各种打压，以及武学上关键招数的保留。他们既想看到门派出现一个能够替所有人冲锋陷阵的天才，又不想看到这个天才成长得太快，以免威胁到他们的地位。要不是中崎奈美的悟性极高，自行补足了一些缺失的武学招式，他就根本不可能拥有如今的战斗力，说不定早就死在了过往的那些战斗中。风尘笑介倒也不做任何解释，呵呵冷笑：中崎奈美，你的身法和刀法都不是完全体，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这无异于飞蛾扑火。中崎奈美的大眼睛里涌动着极为清晰的坚定之意。如果我这飞蛾把你的火给扑灭了呢？风尘笑介冷笑：你凭什么灭？中崎奈美说道：风尘叔叔，你以为你所掌握的那些功法就是绝对的完全体了吗？风尘笑介就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哈哈大笑了好几声，随后说道：甲贺流的所有功法都是初代门主留下来的，门主们代代相传，怎么可能不完全？中崎奈美的长刀一横，说道：因为初代门主留下的牌具还有第3句。第3句。风尘笑介的心中涌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随后立刻吼道：这绝对不可能，那2句是只有门主才能领悟的甲贺流武学总纲，怎么可能有第3句？暗夜千星落，独留星月照寒江。中崎奈美红唇轻启，把他领悟的第3句念了出来：潮生处有光。话音落下，他手中的刀芒已然暴涨，如海啸狂潮。潮生处有光。当中崎奈美把初代门主的第3句牌句说出来之后，风尘笑介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他的眼睛里陡然爆发出了强烈的震惊。这是难道就是我苦苦寻觅多年的第3句？你只是被我豢养的，你凭什么能悟出来？凭什么是你？风尘笑介一声低吼，眼睛里的金光充满了狂热的味道。他已经有了些许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明悟，好像有一线灵光照亮了那混沌的思维，困住他多年的境界关口，眼看着就要出现明显的松动了。当然，松动归松动，可是哪怕是松动的关口，也仍旧可以困住许多天才一辈子。然而留给风尘笑介去感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中崎奈美手中的长刀已经挥起来了，唰，空气之中似乎都带上了一股浓烈的凛冽味道。骤烈如怒涛的刀光已经袭来，那刀芒无比夺目，简直就像是热辣日头照在海浪上的超强反光。就连强悍如丰臣孝介此刻都有些被刺得睁不开眼。在丰臣孝介的心里，中崎一直都是个天赋不错的少女，虽然年纪轻轻就已经进阶到了上忍，可是上忍和上忍之间的区别也是极大的，从上忍的初阶到中阶，从中阶到巅峰，每一步之间都隔着天堑鸿沟。可中崎奈美的这一刀所蕴含着的威势，远远超出丰臣孝介对他以往的认知。那刀光暴涌而来，使得丰臣孝介不得不收起所有的轻视之心，认真应对。他往前跨出了一大步，浑身劲气鼓动，手中递长刀以不可思议的急速连续翻踢，竟是在电光石火间便已经把中崎奈美那如狂潮一般的刀光生生搅碎。场间光芒四溅，已经近乎目不能视，周遭的树木皆是被狂暴的刀芒削成了无数截，这一片区域的地面都已经被凌厉的刀气变得千疮百孔。尘埃弥漫中，中崎奈美静静而立，她的身上似乎在隐隐发着光，而这种光芒透出了一种隔绝感，使得那些灰尘好像都无法落在她的肩头。虽然还是那个身材和个头，可她的整体气质已经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不再软萌可欺，而是多出了一股平日里绝对不会在她身上出现的掌控感和上位感。早知今日，在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该直接拿走你的性命。丰臣孝介面沉如水，声音充满了杀意。你应该认清楚自己，你不过是个被我豢养的工具，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刚刚中崎奈美的那一击，虽然威势极盛，但双方的实力差距还是肉眼可见的。仅仅靠顿悟的一招，并不能彻底抹平这修武年限和战斗经验所带来的差距。不过对于丰臣孝介来说，这一刀虽然不至于让他受伤，可却让他感受到了浓重的危险。短短几个月不见，这中崎奈美的提升就恐怖到了这种程度。要是再给他5年时间，是不是直接就能超越巅峰上忍，跨进神人的行列了？被你们欺骗利用了这么多年，回想我的人生，还真是有些可悲。中崎奈美摇了摇头，不过他的嘴上虽然这么讲，但眼中却并没有多少哀伤与惆怅，反而是豁然的自信。他补充道：但现在丰臣叔叔，你要是想拿走我的性命，怕是已经做不到了。丰臣孝介迫切地问出了心中所想，但每一个字几乎都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他说道：你是看到了潮生潮长，看到了海面上的光，才悟到这最后一句的吗？中崎奈美再度摇了摇头，娇俏的容颜上满是认真的神情。不，我是遇到了一个像光一样灿烂的人，他照亮了我的人生。为了隐瞒牌局的真相，你就编出了一个这么离谱的理由。丰臣孝介冷冷说道：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中崎奈美的眸光中透着悠远与郑重，她红唇轻启道：真正的光从来不在太阳，而在人心。你满口胡言。丰臣孝介吼道。显然他觉得中崎奈美纯粹就是在扯淡。在这位前任门主看来，所有的人心就是应该被他利用的。中崎奈美的长刀一挽，淡淡说道：所以你永远都只能停留在巅峰上忍的境界，哪怕那扇门已经对你打开一条缝隙，可你永远也无法挤进神人的行列。这清淡的话语
却让风尘笑介感受到了无穷的蔑视。敢这么对我讲话，你可真该死。风尘笑介说着，却并没有立刻动手，而是趁此机会加速回想着那被补足了的牌具。面对在顿悟之后提升巨大的钟崎奈美，风尘笑介的心中明显有些没底了。钟崎奈美说道：风尘叔叔今天见生死吧。果然，小上忍顿悟了之后就是嚣张。话音刚刚落下，他便直接腾身而起，欺近到了风尘笑介的身前。那皓月般的手腕轻轻一抖，刀光已经如同出海蛟龙，直接狠狠轰向了前任门主的胸口。那刀光中所散发出来的强烈热量，似乎能灼伤眼球，而刀刃划破空气的尖啸，宛如潮水拍击礁石般震耳欲聋，更像蛟龙出海后在仰天怒吼。这刀光的威势和钟崎奈美的娇俏身形完全不相称，但却又透出了一股奇妙的和谐之感。实力强悍的风尘笑介竟是从这一招之中感受到了清晰的危险。他一声低吼，长刀在掌心间连续旋转，如飓风狂卷，把那条刀光之龙寸寸绞碎。这是一招近乎于完美的防御。想要伤我，回去再练20年吧。风尘笑介吼道。被打散了的刀光如同无数道手里剑一般，向着周边高速箭射。有一群从上空路过的飞鸟都纷纷扑腾着翅膀，哀鸣着跌下来。只是下一秒，风尘笑介的眉头轻轻一皱。这刀光蛟龙明显比他想象中顽强了不少，溢散的刀气仍旧有不少穿过了刀光的防御缝隙，落在了他的胸口之上。清晰的疼痛感已经从胸口传来。这一招过后，他微微低头一看，眼神更加阴沉，因为自己胸口的衣物都已经出现了不少的裂痕，而有丝丝缕缕的鲜血正从这些裂痕里透出来。受伤了，哪怕只是皮外伤而已，对于20年前便跨入上忍级别的风尘笑介来说，也是无穷的耻辱。而此刻，钟崎奈美已经犹如翻飞的蝴蝶一般，轻飘飘地转身腾起，随后双脚轻轻站立在了不远处的枝头。周遭的树木大部分都被四散的刀光削得七零八落，残存才树枝已然不多了。那一根树枝也就拇指般粗细，钟崎奈美站在上面，整个身体好像根本没有任何的重量，宛若一片落叶随风轻扬，美呆了。你这个叛徒真是该死。看着此景，风尘笑介一声低吼，因为在此之前，整个甲贺流里只有他才掌握着这种身法。哪怕钟崎奈美也是极其擅长身法，但传给他的是不完全版本，有些招式本来就是残缺的。可是在悟出了初代门主遗留牌具的第3句之后，钟崎奈美竟是把这身法给补全了。领悟之后，他居然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并且用出来了。这种超级天赋居然让风尘笑介的眼睛里升起了无穷的妒火。钟崎奈美，风尘笑介吼道：你失去了对甲贺流的忠诚，失去了武士道和忍道最核心的精神，就凭这一点，你永远都不可能打开神忍的门。说着，他的身形陡然暴起，脚步在地面上重重一踏，无穷的烟尘便瞬间被震到了空中。风尘笑介的身形穿透了烟尘，几乎是眨眼之间便横跨了数十米的距离，出现在了钟崎奈美所站立的那棵树下。砰！
他的手掌向前拍出，毫无花哨地印在了树干之上，狂暴的力量直接透体而入。这棵树从树干到树枝，轰然炸成了无数均等分的碎块。这对力量的控制简直是极致完美，妙到毫巅。中崎奈美已经提前腾身而起，但却仿佛被一股强烈的气机锁定住了。这一股无形的气机，好像让他的身体多了几百斤的重量。那本来飘逸轻灵的身法，此刻也在突然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迟滞了。轰！下一秒，狂暴的力量便狠狠地轰在了中崎奈美的身上。他那翩然如蝴蝶的身形，此刻简直像是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随风漫卷，看似失控般的朝着远处翻滚而去。跨境上忍级别这么多年，丰臣孝介早已站在了这个大级别的巅峰，手里自然掌握了不少绝招。哪怕中崎奈美天纵之才，可刚刚顿悟，根基未稳，双方真的硬碰硬，这丫头就明显要吃亏了。你必死无疑。丰臣孝介近乎瞬移的一个动作，竟是直接追上了倒飞着的中崎奈美。后者还在翻飞，口中还在吐血，好像完全不设防。丰臣孝介手中的长刀高高举起，狠狠落下，似乎下一秒他就要将中崎奈美拦腰而斩了。然而紧接着，丰臣孝介的瞳孔骤缩，唰，一道血光溅射而起。可是这血光不是来自于中崎的身体，而是从丰臣孝介的胸口溅起来的。他根本没想到，在这种无比被动的状态下，中崎奈美居然还能挥出这惊艳一刀。丰臣孝介分明看到那刀芒并非单纯的荧光，而是裹挟着细碎金芒，恰似日出十分迸溅着璀璨之光的海浪。砰！中崎奈美的身体也重重摔落在地，但却立刻单膝跪起，用长刀支撑着身体。那苍白的俏脸有着一抹凄艳的嫣红，但哪怕力量已经快要耗尽，中崎奈美眼睛里的倔强却越发清晰。他用手背抹去嘴角的鲜血，轻轻说道：丰臣孝介，你根本不懂初代门主的意思。真正的武士道从来都不是于中，而是要在混沌中劈出自己的刀光。其实中崎奈美和丰臣孝介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刚刚丰臣所爆发出的那一招，要是放在顿悟之前，中崎奈美怕是已经直接被劈成两半了，根本没有于电光石火间挥出那惊艳一刀的机会。不过他虽然在绝境之下完成了反击，但是浑身的力量却几乎已经被掏空了。整场战斗下来，看起来中崎奈美只是挥出了几刀，但是却刀刀惊艳，威力强横，与丰臣孝介这种超级强者对战，每一招每一式对于体力和精力以及身体的承受力都是巨大的消耗与考验。尤其是中崎奈美刚刚还硬抗了那巅峰上忍的狂暴一拳，身体受了无法忽视的内伤。呵，还扯什么混沌中劈出刀光？你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以为自己还能支撑多久呢？丰臣孝介咬着牙冷笑着说道，他的表情里有着清晰的疯狂和越烧越旺的妒火。刚刚他明明已经可以直接把中崎奈美给劈死了，可对方偏偏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绝地反击，率先伤到了他。那一刀实在是太惊艳了，让丰臣孝介都控制不住地生出了强烈的嫉妒之心。而且那刀芒之中的细碎金光，是他之前从未在任何甲贺流的武学典籍中看过的招式。
此刻，风尘笑介的胸腹之间已经有了一条长达20公分的伤口，鲜血长流，把黑色的忍者服已经染成了暗红。这疼痛让他屈辱之极，愤怒的情绪充满了整个胸腔，伸手在自己的胸腹伤口上抹了一把，然后风尘笑介把手指放进了嘴巴里。浓烈的血腥味道在他的口腔里弥漫开来，这种味道刺激着风尘笑介的所有感官，似乎让他的双眼都随之蒙上了一层浓重的血色。中崎奈美的声音也显得很是虚弱了。我已经伤到了你，对我来说这就是胜利。风尘笑介看着脸色苍白的中崎奈美，低吼道：就算是你能凭借着顿悟一刀伤到了我，可你已经没力气了。这就是巅峰上忍和初阶上忍的区别。你只是初阶上忍而已，永远不会明白上忍的巅峰究竟代表着什么。说着，他狠狠一跺脚，轰！狂暴的力量从足底爆发而出，这一片被震散了的地面重新被激起无数烟尘。这些烟尘已经遮蔽了这一大片山林，好像乌云当头，如同末日来临。你现在就会死！风尘笑介吼道。然而，面对这即将有可能是致命的一击，中崎奈美却没有任何的退缩，她眼睛里的倔强战意不减半分，贝齿咬破嘴唇，直接一挥长刀冲进了那混沌的尘埃之中。他要在这混沌之中用自己最后的力气劈出那无畏亦无惧的一刀。铿！巨大的精铁交鸣之声随之而响起，两把长刀相撞，所迸发出来的火光似乎在这一片烟尘中绽放了一轮灼目的太阳。这耀眼的光芒是专属于那个单纯小上忍的骄傲。这一刻，时间似乎静止，1秒2秒，紧接着巨大的气爆声响起，一道纤弱的身影随后从战圈之中倒飞而出，正是中崎奈美。她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看起来就像是随风飘零的花瓣，那染血又苍白的俏脸凄艳又绝美。显然刚刚与风尘笑介所对拼的那一刀让他几乎耗空了所有的力量，也让身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多处脏腑都受了内伤。而风尘笑介不愧是成名已久的老辣高手，在与中崎奈美对拼了这凶狠一刀之后，他居然还能再度提起力量，狠狠一拳轰在了对方的腹部。这一拳让力量耗尽的中崎奈美彻底重伤，腹如刀绞，浑身已经运转不起半点气劲了。他好像到了任人宰割的境地里。事实上，能够以上忍出阶的实力硬抗巅峰上忍到现在，还伤到了对方好几次，中崎奈美已经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了。毫无疑问，他就是甲贺流100年以来的最强天才。给我死！风尘笑介的身心已经被无穷的杀意所充斥了。他本想追上去，可是才刚刚迈了一步，便狠狠一皱眉头，控制不住地停下了脚步，噗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刚刚小上忍的主动出击，明显也对他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势。这反震出来的内伤，再加上他之前就受了好几处刀伤，严重地影响到了风尘笑介全身的力量运转，让他的动作都变得迟钝了不少。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有的这些伤势之中似乎都蕴含着一股力量，好似潮汐一般不断拍击着海岸，绵延不绝，持续性地给自己的身体造成着难以忽视的影响。此时，
中崎奈美已经倒飞出了好几十米，眼看着就要狠狠撞在一块山石上，以这样的力道和速度撞击脑袋，就算是没有当场撞死，也是必然会留下一些不可逆转的后遗症。中崎奈美知道危险将至，她一咬嘴唇，忍着五脏六腑的疼痛，勉强调集起身体深处最后残存的力量，想要于空中调整身形。可是她的身体才刚刚扭转过来，却迎面撞进了一个结实温暖的胸膛里。后者用有力的臂膀抱着她又倒飞了10几米，把所有的冲击力全部卸在了自己的身上。正是苏无忌。哇！中崎奈美惊喜无限，眼睛里的金光涌动着，刚想说什么，却控制不住地吐了一大口血。那温热鲜血尽数喷在苏无忌的胸口，染红了对方的衣服。刚刚在对付那个家伙来晚了一点。苏无忌抱着小上人，眼睛里带着真挚的鼓励，声音温和：你做得很棒，太棒了。你受伤了。中崎奈美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却发现苏无忌的嘴角和下巴都有着还没擦干净的血迹。在此之前，苏无忌几乎是和中崎奈美同时杀到了现场。他去对付伊文斯了，中崎奈美则是迎战丰臣孝介。这点小伤不碍事。苏无忌笑道：比你的伤势轻多了。那个人呢？中崎奈美问道。他有累些。苏无忌说道。但他跑不掉这。其实伊文斯真的很强，战斗风格有点类似于杜卡罗的总教官博扬，不仅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而且在全身力量尽数爆发之下，杀伤力可谓是强横之极。连算无一策的苏无忌在与之硬碰硬的时候都吃了不小的亏。中崎奈美眼泪汪汪地问道：你是为了救我才让他找到空子跑掉的吗？说话间，他又控制不住地吐出了一口鲜血。苏无忌用衣袖给小上人擦了擦下巴上的血，否认道：那可没秀。其实还真的有。如果不是在与伊文斯对战的时候分神担心小上人的死活，苏无忌的胸口就不会挨了对方一记重击，以至于现在整个胸腔都火辣辣的疼。快，丰臣孝介还活着，他太厉害了。中崎奈美实在是太虚弱了，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是一歪头，直接晕倒在了苏无忌的怀里。苏无忌立刻把中崎奈美横抱起来，塞到了旁边一人的怀里。你来照顾他。旁边的女人穿着黑色的紧身战斗服，身材高挑，曲线热辣，金色头发随风飘扬，正是游侠神殿唯一的那名女性天王埃洛文。他低头看了看被强行塞给自己的娇小女人，皱了皱眉头，眸子里明显写满了不情不愿。我是来动手杀人的，不是来帮你照顾小女孩的。苏无忌拍了拍他的肩膀。人家不想。的确，虽然埃洛文的身材极为火辣，可是小上人在这曲线方面更是天赋异禀，尤其是配上那张堪称童颜的少女，俏脸，杀伤力可谓是无敌了。埃洛文忽然对游侠神殿的老东西有点不爽了，这老家伙为什么要把指挥权全部交给苏无忌，害得自己还要帮他照顾其他女人？是的，他完全没怪苏无忌，而是全在责怪老东西。苏无忌把人交给了埃洛文之后，便直接迈步向前。前面战圈之中已是气爆连连，尘埃弥漫。崔西天王正在进行他的雪耻之战。丰臣孝介的实力比他高出了一个大档次，但是此刻受了不轻的伤，而崔西也有些内伤。
两人此时的交手基本算得上同一起跑线了。砰！从双方的交战地爆发出了一道震耳欲聋的气爆声，崔西倒飞出来，重重落地，捂着胸口翻身吐了一口血。风尘笑介站在原地，收起了拳头，身形晃了一晃，随后弯腰用长刀拄着地面，才勉强稳住身体。显然崔西刚刚也是拼着不要命的风险，把风尘笑介消耗到了强弩之末。苏无忌看着吐血的同伴说道：魏崔西，你是不是窜稀窜多了？今天这也太弱了吧。崔西抹了一把下巴的血道：这老东西也太厉害了，特么的，他的刀法真的克我。苏无忌说道：打不过就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崔西，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无愧于游侠神殿最弱天王的称号了。放屁，我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称号了？崔西骂骂咧咧地站起来。不过一想到自己今天与风尘笑介交手之后的脆败，他的底气便显得不那么足了。竟然是你！风尘笑介盯着面前的华夏青年，狠声说道：是你帮钟琪拿走了整个甲贺流。苏无忌耸了耸肩道：其实也不能怪我啊，我本来以为甲贺流底蕴深厚，没想到简直不堪一击。我本来准备了好几招，结果一个都没用上呢。风尘笑介的眼睛里涌现出了强烈的屈辱，他狠狠说道：今日的耻辱我记住了，我会去华夏找你们复仇的。说完，在风尘笑介站立的地方忽然腾起了一大片浓烈的黄烟，这烟雾的味道极其呛人，其中还带着一股难言的恶臭，闻之欲呕，让人根本无法靠近。而当这浓烟稍稍散去一点，风尘笑介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崔西大开眼界，捏着鼻子说道：我操，这样也能跑掉？苏无忌一点也不着急道：跑不掉的。他并没有亲自去追，而是对着通讯器说道：艾米拉按照我之前的安排给我炸死他。艾米拉的手指在面前的键盘上一通操作，随后看着屏幕里狂奔的人影：我找到他了。随后他按下了回车键。随着艾米拉的这个动作，天空之上陡然响起了一大片嗡鸣。正在疲于奔命的风尘笑介抬起头来，赫然看到起码上百个字豹无人机正一股脑地落向了自己的所在位置，铺天盖地。时代变了。当那上百架无人机铺天盖地地朝着自己轰炸过来的时候，风尘笑介真切地感受到，这早就已经不是那个靠着个人武力决定战局的世界了。他已经被钟琪奈美的那几刀劈出了不可忽视的外伤和内伤，又被崔西拼着两败俱伤重创，而最后的忍者遁术不仅耗尽了他绝大部分的力量，甚至还会留下难以逆转的后遗症。当这种消耗巨大的遁术居然被高科技锁定之后，充斥风尘笑介内心的只有绝望，无穷的绝望。风尘笑介面色苍白地停下了脚步，自嘲一笑，随后面目陡然变得狰狞起来，大声吼道：你们根本不明白，甲贺流传承那么久，底蕴究竟有多么的深厚。就算是我死了，你们在未来的每一天也都将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因为你们会遭受到甲贺流先祖们的无穷诅咒。吼完了这一句，他闭上了眼睛，任由密密麻麻的无人机所交织成的天罗地网当头落下。这是巅峰上忍的末路悲歌。轰轰轰轰轰，恐怖的爆炸同时发生，
这一片山林似乎已经完全被掀翻，连周遭的空间似乎都在剧烈震颤着。上百架自爆无人机所产生的威势还是相当可怕的。当爆炸结束之后，竟是有一朵小型蘑菇云从原地升空。苏无忌望着那扶摇直上的黑烟，感受着脚下地面的震颤，对着通讯器说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一点他和白木哥有点相似。在白大小姐当初对付武田羽衣的时候，也是说过同样的话。两人皆是谨慎到极点，都不想看到借尸还魂的情况出现。崔西拖着受伤的身体，一马当先地冲上去搜寻。没办法，他今天在这风尘笑界的刀下来了一场淬败。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游侠神殿最弱天王的帽子得被苏无忌扣在他脑袋上一段时间了。其余的游侠精锐纷纷跟上搜索，十几分钟之后才传来了消息，拼出了大半具尸体，脑袋也找到了，就是这个老忍者。崔西气喘吁吁地说道：绝对死透了。哼！苏无忌并没有任何庆功的意思，他立刻对着通讯器说道：汉密尔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汉密尔顿早就被苏无忌放出去追伊文斯了。妈的，遇到了2个鬼雷，差点被炸死。汉密尔顿骂骂咧咧地说道：等追上了他，我一定捅烂他的扁桃体。这个伊文斯近战的武力值很强，但战场经验更是丰富之极。他在带伤撤离的过程中，居然还能顺手布置高危险度的鬼雷，确实极难对付。别看汉密尔顿平时大大咧咧的，外表看上去绝对是猛男，可实际上胆大心细，在识别鬼雷方面可谓是专家了。可怜他都差点在伊文斯的布置下翻船，足以说明对方的难缠了。我现在速度起不来，完全被他的鬼雷限制住了。汉密尔顿说着，突然刹停脚步，狠狠骂道：妈的，又来一个！在他的脚腕前面有着一根细细的钢丝，钢丝的两端引入草丛里，仔细看会发现钢丝的末端系着一枚手雷。钢丝已经被口红涂了色，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光，极难发现。很复古却又效率极高的杀伤方式。但凡刚刚汉密尔顿反应慢1秒钟，脚就直接被这钢丝绊住了。手雷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下爆炸，他即便不死也要重伤。苏无忌说道：我现在去支援你。崔西喊道：我也去，老子他妈的还没打够呢。说完，他控制不住的一张嘴，噗的一声吐了一大口血。苏无忌看了他一眼：你太废物了，最弱天王还是躺着吧。今天的表现实在是有点窜稀。混蛋！崔西偏偏还无法反驳，底气不足地解释道：老子就是最近用热武器用多了，冷不丁的一摸起刀来，有点不顺手。他此刻确实提不起多少力气了。之前拼了老命的和受伤状态下的风尘笑界对攻了那么多下，几乎已经把他的身体给彻底掏空了，现在浑身酸疼，胳膊都快要抬不起来了。此时德弗兰西岛的硝烟渐渐飘散，枪声也只是零星的响几下而已。叛军群龙无首，迅速溃散，几乎快要被打回原形了。而在得知了岛上的战况之后，米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派遣海军陆战队进行增援了。伊文斯筹划多年的复国大梦，在苏无忌这个变量的影响下，竟是于一夜间崩塌。汉密尔顿吼道：他跑进鹿鸣山了，可能要去那座山的南路。鹿鸣山南路。苏无忌的眉头狠狠一皱。
鹿鸣山是德弗兰西岛上名声最响的一座大山，占地面积很广。而在多年以前，德弗兰西岛上的鹿鸣山南麓就已经有一个外号在流传——死神禁地。苏无忌判断了一下方向，便朝着伊文斯可能所处的位置奔去。埃洛文看了看躺在医疗车里的小上人，摇了摇头。他很想去帮忙，可偏偏被苏无忌留在了这里照顾其他女人。崔西气喘吁吁地走到了医疗车的旁边，拿起了一支补剂，咕嘟咕嘟地喝了个精光，体力似乎稍稍恢复了一点，那些内伤所产生的疼痛感也减轻了一些。埃洛文，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影子和汉密尔顿一起出手，你觉得那个佣兵头子能逃得掉？崔西说着，又取出了一瓶补剂，一口闷了。话说，老头子搞来的这新型补剂的味道不错啊，效果也很猛。我感觉我现在又能睡3个，不能打死3头牛。埃洛文摇了摇头，他们对这里的地形不熟，这一点就很关键。沙溢的佣兵团长号称对这座岛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那么他就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地形来伏击苏无忌和汉密尔顿。在这种前提下，他逃往鹿鸣山南麓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我小时候跟父母来德弗兰西岛旅游，那时就听当地人说过，那个鹿鸣山迷雾重重，尤其是南麓，进去就得死，所以才会得名死神禁地。崔西一边嚼着能量棒，一边没心没肺地说道：弄不好影子这次说不定还真的得翻船。埃洛文一听，俏脸之上面色一肃，立刻对着通讯器说道：我是埃洛文，游侠神殿所有作战力量全部向鹿鸣山南麓集结。随后他一指中崎奈美：崔西，你来照顾着东洋女人，我去鹿鸣山支援无忌。那可不行，我的魅力太大了，万一这小商人醒来之后爱上我怎么办？崔西笑眯眯地说道。埃洛文的声音淡淡：那最好不过了，你要是能把她泡走，我就给你介绍一个亚特兰蒂斯的漂亮女孩。随后他戴上了头盔，遮住了自己金色的头发，开始检查需要佩戴的装备的同时，还对通讯器说道：来一架直升机送我去鹿鸣山。崔西的关注重点还停留在埃洛文刚刚的那句话上，他呵呵一笑：你可别吹牛，你还能认识亚特兰蒂斯的姑娘？埃洛文没有回答这句话，而是叮嘱道：在我和无忌从鹿鸣山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而这个时候，躺在担架床上的小上人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他的面色还明显还很苍白，眼神之中透着些许的迷惘。你们在说什么呀？无忌去鹿鸣山了吗？埃洛文摇头，表情似乎有些无语。下一秒，小上人就撑着身子坐起来了。崔西连忙拧开自己的能量补剂：来，喝一支补充体力，拯救无忌。还挺押韵。中崎奈美对于苏无忌的朋友没有任何的怀疑，他一口气喝光了补剂，说道：我要去支援无忌，他对这里的地形完全不熟悉，尤其是鹿鸣山。其实他自己对鹿鸣山也不算多么熟悉，那被称之为死神禁地的南麓一直有着许多恐怖传说。你给我老老实实躺着。埃洛文没好气地说道。中崎奈美居然跳了下来，说道：我现在虽然还没有一战之力，但当个向导还是没问题的。睡了这一会儿，他的精神状态确实好多了，不再像之前那么虚弱，这种回血速度实在是让人啧舌。崔西看着羡慕嫉妒恨，
他喝了2支高科技能量补剂，都没达到中期奈美的恢复效果。对方到底是什么变态体质？这时候，直升机已经来到了头顶，放下来了一根锁降绳。埃洛文一把揪住了小上人的领子，那柔韧的大腿一发力，纵身一跃，便是腾空而起。腾至半空，埃洛文的手在锁降绳上抓了一下，便是2度跃起，直接飞进了机舱。然而在跳进机舱之后，埃洛文连回头看一下都没有，直接往后踹出了一脚。啊！刚刚爬到机舱门旁边的崔西便被一脚踹了下去。你受了伤，好好休息，别跟过去添乱。埃洛文对下面喊了一声，直升机转了个弯，直接飞走了。砰！崔西重重落地，摔得骨头差点散了架，两眼发黑，骂骂咧咧。妈的，埃洛文，你下脚真重啊！你还说要给我介绍亚特兰蒂斯的金发妞，肯定是瞎扯淡的。半小时之后，苏无忌已经和汉密尔顿会合了。我进去绕了一小圈，只要跨进去就没有任何信号，所有的通讯都被干扰。汉密尔顿说着，指了指脚下的一块类似于界碑一样的石头，石头上写着“死神禁地”。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那就是用科技手段来干扰了，越是这样，越是说明里面有秘密。说完，他直接一步跨过了那界碑，一踏入死神禁地的区域，果然通讯器都没了信号，苏无忌也失去了和艾米拉之间的联系。这时候他抬头看出，远空已经传来了嗡鸣之声，一大片无人机出现，从云层之中浩浩荡荡地冲下来，开始落向了鹿鸣山南麓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最先降低高度的几十架无人机，在落到距离地面20米之后，竟是纷纷失控，直接坠向地面。这说明无人机一接近这一片区域，与后方的联系也立刻中断了。剩余的无人机纷纷拉升高度，但仍旧又有10几架受到干扰，直接坠地。这里的布置也真是够阴险的，搞得咱们想用无人机开道都做不到。汉密尔顿没好气地说道：艾米拉天天当你的跟屁虫，这技术退步了不少啊。他们之前用无人机弄死了风尘孝介，但现在在这一片有着恐怖传说的地方，这个现代战场的大杀器却遭到了反制。苏无忌说道：艾米拉的无人机是有着特殊波段的，普通的信号干扰无法对它造成任何的影响，现在却受到了影响，只能说明这一片区域的屏蔽器有着更高的科技含量。越是这样，越是说明这鹿鸣山的南麓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汉密尔顿用枪口戳了戳苏无忌的后背：喂，你就这么冲进来，没提前做什么预案吗？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是赶来支援你的，能做什么预案啊？我对这里的地形又不熟悉。我去，你没开玩笑？汉密尔顿问道：万一那家伙在这里还布置了精锐战斗力的埋伏，怎么办？以往跟着影子一起战斗的时候，汉密尔顿从来都觉得很轻松，他根本都不用动脑子，只要按照对方设计的战术一路打下去就行了。那就杀呗。苏无忌说道。汉密尔顿：可对方有点阴险。他以往从来不怕战斗，可今天被伊文斯的鬼雷搞得极为头疼，行进速度大减。而进入这死神境地之后，他们每一步都是走得极其小心，一边提防着可能存在的狙击手，一边搜寻着千奇百怪的鬼雷。鬼知道这样子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追到伊文斯？伊文斯的胸口被我打了几拳，肩膀中了我一箭，
左臂战斗力受到极大影响。苏无忌说着，稍稍停住脚步，挡住了汉密尔顿。抬脚别踩这里！又是一个鬼雷，被薄薄的石头片遮盖住了。这布置鬼雷的技术绝对比我高，不服不行。汉密尔顿拍了拍自己那涂满了油彩的光头，但这让我更想要弄死他了。两人走出了几十米，苏无忌这才抓起了一把小石头，往后远远一扔，轰！碎石落下，刚刚的那个鬼雷便被触发了，一片硝烟爆发而出。苏无忌等了几秒钟，说道：“暂时没有狙击手，或者说，狙击手忍着没出手。”汉密尔顿说道：“可你已经暴露位置了。”苏无忌说道：“我就是在提醒那个伊文斯，让他不要跑得太远了。”汉密尔顿说道：“那货说不定已经不在这一片山中了。”苏无忌摇了摇头：“不可能的，以他的骄傲和疯狂，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反杀我们。当然，主要是你。”汉密尔顿一瞪眼：“为什么是我？”苏无忌咧嘴一笑：“因为你问候了人家的祖宗18代啊。”苏无忌眨了一下眼睛，说道：“反正仇多不压身，要不你再喊2声，效果肯定很棒。”也行。汉密尔顿又被苏无忌带进了坑里，想都没想，脏话便脱口而出：“克里姆，你的儿子是个混蛋，他把整个德弗兰西拖进了无尽的深渊，而且他长得还这么丑，简直丑爆了！你在地狱里是不是也在疑惑当初是不是把孩子扔了，把胎盘养大了？”又骂了不重样的10几句之后，汉密尔顿的心中警兆大起，本能的一缩脖子往前一扑，砰！枪声响起，就在他刚刚站立的位置，旁边一棵盘口粗的树直接被拦腰打断了。这是反器材狙击枪，而且子弹也是100%改装过的。影子，你又坑我！汉密尔顿骂了一句，可是转头却不见了苏无忌的人影了。前方20米的一棵树后，忽然响起了枪声，正是苏无忌开的枪。他所处的位置不是一个好的狙击位，但是却是最佳的反狙击位置。随着苏无忌的子弹射出，200米开外，一个身影骤然跌倒在地。干得漂亮！汉密尔顿喊了一声，立刻冲了过去，身形在丛林中腾跃，几个起落便来到了那个狙击手的跟前。他一把扯下了对方的面罩，喊道：“不是伊文斯。”苏无忌在这佣兵的身上摸了摸，并没有找到任何通讯设备，于是说道：“查一下附近的痕迹，应该能找到他们的老巢。”汉密尔顿已经开始检查脚印了，在信号被屏蔽的地方，只能暂时用笨办法了。还好，脚步痕迹都还在。两人顺着脚印走了半个多小时，苏无忌忽然伸出手来拦住了汉密尔顿。“怎么了？”汉密尔顿问道。“你用望远镜看看那边。”苏无忌单膝跪地，指了指前方。汉密尔顿举起折叠望远镜，看了看前方，他的视线穿过草木的缝隙，赫然看到前方林叶掩映间竟是有一处山洞。那山洞的洞口黑漆漆的，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择人而噬的巨兽之口。“我感觉有点怪怪的。”汉密尔顿说道。“我冥冥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苏无忌微微皱眉说道。“但我说不上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口里走出了一个人来。汉密尔顿的眼眸一凝，吼道：“是伊文斯！”他已经更换了一身干净的迷彩服，背着一把突击步枪，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明显比之前受伤之时提升了不少。
我敢打包票，这货恢复得这么快，绝对是喝了能量补剂。汉密尔顿说道。怎么感觉更难对付了？而这时候，伊文斯的目光忽然投向这边，表情中透着嘲讽的冷笑。他紧接着便是端起了突击步枪，对着苏无忌和汉密尔顿的藏身方向接连扣动扳机。这家伙的战场嗅觉实在是太敏锐了，隔着这么远，竟是直接感知到了苏无忌的踪迹。见此情况，两人立刻翻身躲避，同时举枪还击。可是伊文斯一边单手开枪，一边把左手的小拇指放在嘴巴里吹了个口哨，这姿态看起来确实潇洒之极。口哨声就是召集令，十几个身穿暗银色作战服的男人迅速地从山洞里冲出来，他们举着轻机枪，身上缠着子弹带，对着苏无忌和汉密尔顿的方向疯狂扫射。汉密尔顿躺在一处斜坡上喊道：引子，咱们就不该这么闯进他们的老巢里，这一下要被火力覆盖了啊！没有通讯，也没法呼叫支援。他一边喊着，还一边往后面扔了个手雷。扔完之后，他迅速地把手缩回来，不然胳膊都能被乱飞的子弹打断了。然而这手雷没飞出多远，便被树枝挡了下来，一个人都没炸死。苏无忌斜眼看了看汉密尔顿，喊道：你好歹也是个天王，能不能不要表现得比崔西还弱？那该怎么办？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卖关子吗？汉密尔顿喊道：快点告诉我该怎么办。苏无忌看了看时间，道：以我对艾米拉的了解，应该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汉密尔顿抓狂地说道。子弹嗖嗖嗖地从他的头顶上飞过，完全找不到反击的机会，真的要把他给打急了。苏无忌指了指耳朵，又指了指天上。汉密尔顿居然发现通讯器发出了正常连接的提示音，信号屏蔽解除了。他惊喜地喊道。而紧接着，天空之上的嗡鸣声骤起，仿佛一大群夺命蜂群从天而降。这是加速坠落的无人机。这一次，无人机群没有再失控。显然，艾米拉已经破解了这死神禁地的信号屏蔽装置，直接用无人机发动了精准的攻击。混蛋！这个变故超出了伊文斯的预料，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迅速朝着一旁扑去。而其他十几个身穿暗银色作战服的佣兵，也都用最快的速度撤入山林。可是无人机却追身飞来，如影随形。尹文思的速度最快，撤离战圈之后，居然还来得及转身反击，连续3枪竟是击落了4架无人机，这枪法简直无比惊艳。但无人机被击落之后，威力还在，直接被艾米拉引爆。轰轰轰，一片烟尘弥漫，周遭的灌木都被尽数连根拔起。苏无忌和汉密尔顿等到爆炸结束，立刻翻身举枪。此时场间弥漫的黑烟在渐渐随风而散，而那山洞周围的植物都已经被爆炸的冲击波生生震碎，露出了整个洞口的真面目。在山洞的上方石头上刻着几个英文字母，仔细看去竟是 Common。 汉密尔顿听读了一下，什么意思？汽车人？苏无忌的瞳孔里明显涌出了强烈的波澜，他攥着拳头说道：卡门，这里是卡门监狱的所在地，